阿根廷移民路新政策高难度。你以为阿根廷的身份现在还是躺平2年就能到手吗？好啦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最近阿根廷发布了新法令，可是把阿根廷几十年来的移民游戏规则都彻底改写了。真的假的？移民阿根廷真的要积极了吗？今天一起来深入研究阿根廷的移民政策如何大变脸吧 ，Vamos！一直以来，很多人都说移民阿根廷超级宽松，简直是躺平就能拿到身份耶。也没那么夸张啦，起码也要住上2年，会讲点西班牙语，然后当个奉公守法的好市民，才有机会获得法官大人的批准，顺利规划入籍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只住2年就能申请入籍，这在全世界来说也算是超低门槛了吧？对，而且阿根廷的护照也是超级好用啊，旅游免签超过150个国家，可以说是 AA 加级别的护照啦。所以呀，这才吸引了那么多人想要办签证来阿根廷住，尤其是被动收入和留学的方式，一直以来都是超级热门的哟。没错，被动收入达到每月$1500就符合申请资格，还有阿根廷的公立大学也是免费的嘛。那很多人就想先去读书看看，然后慢慢转换身份什么的。我们之前的影片有详细聊过阿根廷的移民政策，有兴趣的话记得回头去看看哦。不过呢，这些刚才所说的宽松的移民政策，现在都是过去式了。阿根廷政府在5月30号正式颁布了法令366，整个移民规则可是重新大改写了。哎呦，看来是要跟友好的旧政策说拜拜喽。现在大家一起走进阿根廷的移民新时代喽。既然要走进新时代嘛，那意味着移民阿根廷可能要用更多成本，还有更多诚意了。移民嘛，本来就要测试你是否真心真意啊，但现在看来还要狠狠地考验你钱包的深度啊。尤其很多人翘首期盼的投资入籍，已经开始有点眉目。听说那个投资门槛可不少啊。我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说，阿根廷政府成立了投资入籍计划局，就是专门要处理这个事情吧。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有详细的方案呢？我们还是先聚焦在新法令366的重点内容吧，因为这对于所有想移民阿根廷的朋友来说，影响可是非常巨大。好吧，这份关于移民政策的法令，传闻总共有1万多字，你要不要练练看呢？练西班牙文？嘿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会照本宣科，保证大家会秒懂。有自知之明就好了，不如你为大家总结一下重点吧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关于大家最关心的公民入籍条件。之前主要是在阿根廷住满2年就有申请资格，而且偶尔去旅游探亲，甚至每年只住在阿根廷9个月左右，好像都没有什么影响。那现在变成怎样呢？大变了！法令366现在严格规定，想要申请入籍，必须在提出申请前的2年内1步都不能离开阿根廷哦。什么？1步都不能离开？那不就是直接变成移民监了吗？而且在临时居留签证续签或者转换身份的期间，都不会算入申请公民的居住时间。这意味着你不能周末飞去隔壁巴拉圭逛个街，也不能临时回老家一趟，是真的要老老实实连续住在阿根廷2年，才符合入籍的申请条件哦。不过我觉得连续住2年就有机会申请入籍，这在全世界的移民政策来说，也算是时间短的啦。那在之前申请入籍阿根廷，要向法院递交申请，还要见法官大人聊聊天，在新政策下面也是这样吗？都变了，这就是新法令第2个最大的变化。他把原来入籍所需要走的司法程序，直接改成行政程序。什么是行政程序啊？有差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现在申请入籍阿根廷会从原来的法院处理，变成直接由移民局来处理。所以现在阿根廷的移民局才是负责办理公民身份申请的主管机关。
哇，这变化也有点180度大转弯了吧？那这样审批速度会有差吗？理论上来说，应该会加快处理速度，因为移民局本身就已经有申请人的相关资料，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跟法院之间来来回回传递文件，应该是省了不少功夫吧。听起来有点道理，或许以后真的不会再有法官太忙而拖延申请进度的情况吧。希望如此吧。而第三个超级重要的变化，就是现在入境阿根廷时，移民官会非常严格审查你的入境目的。入境目的嘛，通常都是说来旅游啊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呢？你这种轻率的态度，可能会直接导致移民欺诈哦。哇，那么严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前往阿根廷持有的签证类型必须跟入境访问目的严格一致。比如说，如果拿的是旅游签证，就只能来旅游，不能有其他意图哦。可是以前很多人都先拿旅游签证入境，然后再想办法转换成其他类型的签证，那就是说现在此路不通咯。先旅游后转换，现在这条路可以说是GG了。看看阿根廷领事馆网页的温馨提示，上面清楚写着，申请旅游签证后从事旅游以外的活动，例如工作、学习或居住，属于移民欺诈。那看来现在要先申请相对应的签证，然后再移居阿根廷咯。不然呢，就是先拿旅游签入境，好好体验一下阿根廷的生活，然后回去再做移民规划咯。毕竟移民是件大事情，做好功课真的是超级重要啦。还有第四个变化就是，现在连永久居留的规定和审核也变得非常严格了，所以不要再想着可以蒙混过关了。听说以前有些人是可以拿着旅游签来到阿根廷，然后透过不断续签，直到住满3年就获得永久居留，这种好事现在也没有咯。没戏了，没戏了！现在一旦被移民局发现有任何违规，就会直接给你红牌出场，驱逐出境。在之前的政策，如果我在阿根廷生孩子，或者跟阿根廷公民结婚，就可以直接拿到永久居留。那现在也可以吗？全变了，全变了！以前是有这种直通车，但现在呢，就算你是阿根廷公民的配偶或父母，新法令规定也只能先拿到临时居留。就是那些在阿根廷生了孩子的父母，孩子出生后可以获得公民身份，但父母只能先拿到临时居留咯。没错，不过这应该不会是太大的问题，只要等过段时间时机成熟，再去申请永久居留权还是可以的。那么孩子的父母在入籍方面又如何呢？以前生了孩子后还是挺容易入籍的啦，现在还能这样做吗？简单来说，新法令废除了过往公民法的一些条款，希望能终止这种做法，尤其是那种旅游签来生娃的情况。其实从法律技术角度来说，这个路径依然是有效，但实际上还是要看看最新案例如何发展。所以说，那些想在阿根廷生孩子，并且全家快速拿身份的计划，现在是会有很大风险哦。对啊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就算拿到永久居留，也不是一劳永逸哦。新法令规定，如果离开阿根廷超过12个月，永久居留身份就可能被直接取消。这永久居留也太不永久了吧！真的要考验移民人士是不是对阿根廷全心全意、寸步不离呀。最重要的是，千万不要粗心大意啊！你对阿根廷这些大变脸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感受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讲了这么多新政策的大变脸，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到，现在想要移民去阿根廷，真的是比过去难度增加了好多啊！没办法了，移民这件事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啊。那面对这样的一种移民新时代，到底该怎么应对呢？首先，每位想移民阿根廷的朋友，真的要好好评估一下移民计划，尤其是原本希望在短时间内申请入籍的朋友。现在阿根廷对于居住时间的要求，确实是比过往严格了很多。
看来不再会是2-3年的时间就能轻松搞定的那种哦，而且最好是先申请好跟访问目的相对应类型的签证，确定好再动身前往阿根廷。虽然变难了，但其实我认为获取身份的合法途径依然存在，整个申请流程也大致相同。我们依然可以透过结婚或生孩子，透过被动收入或退休金，或者透过留学、工作这些方式来获得阿根廷的居留权。这些方式我们之前的影片都有详细谈论过，我们会把资料放在影片说明栏，回头去看看吧。除了这些传统途径，别忘了阿根廷政府也知道要招商引资嘛，正在准备推出黄金签证，甚至是已经启动了投资入籍计划。对呀，之前也提及过，最近阿根廷政府成立了投资入籍计划局，就是在处理这个事情。那到底投资门槛要多少钱呢？目前市场传闻是50万美金。哇，50万美金，这门槛高的跟得上发达国家的移民费用啦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昨天让你爱要不要，明天让你高不可攀。嘿嘿，没错。至于投资方式嘛，也许是透过购买房产，也许是投资到特定行业。不过目前官方还没有公布细节。但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持续追踪最新消息，一旦有确定资讯，就会马上告诉大家。所以呀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就不会错过这些最新的移民资讯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这个频道的发展有赖大家支持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超超，拜拜。